为了生活，他来到地下格斗场。可是随着他将衣服从身上全部脱下，站在角落里的对手却露出了胆怯。要知道，就在刚刚，这个男人仅仅只是用了3拳，就将一个比他还壮的大汉当场击倒。当时的他不知道有多嚣张，可面对眼前这个男人，他竟然直接当着裁判面要求退赛，甚至根本不顾其余人的不满，直接丢下尊严，带着助手果断离开。这样的结果，男人也没有想到，但不用打就能赚到钱，总归是个好事。只是等他领完奖金计划离开时，却迎来了报复。刚刚的对手假装有事将他叫停，可等到靠近时，却突然发起偷袭。Sure you thought this all the way through? 平淡的语气中似乎充满了力量，让这个原本还想刺杀他的男人一下就失去了勇气，果断选择逃跑。他低头看了眼匕首，就带着伤缓缓走向了自己的车。凭借多年的格斗经验，他知道匕首并没有刺中要害。从后备箱拿出医疗物品后，就直接计划自己独自完成包扎。男人名为道尔顿，曾经是一名非常出色的 UFC 决斗士。当时的他不仅性格暴躁，而且还总喜欢到处挑衅。结果正是比赛的过程中，他被当场打脸，甚至一度被对手占据主动。直到最后一个回合，原本还处于劣势，他突然抓住对手的占据优势的他抓准时机将对方击倒，可也因为肾上腺素的疯狂飙升，他的脑子当时就只剩下打死对方。即使后面被裁判强行拖开，他依旧处于亢奋状态。挣脱后又再次追上去，重重咬了一拳。结果这一拳随即出了大事，对手竟然被当场打死。自此以后，他不仅被永久禁赛，误失杀人也成为了他这一辈子的阴影。所以他在刚刚才没有用暴力去反抗。包扎好后，他计划在车里好好睡一觉。结果无家可归的他又遭到别人驱赶，无奈之下，他只能驾车离开。路途上恰巧遇到铁路的栏杆落下，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想了想，这样的人生不过也罢，于是毫不犹豫就驾车开上了铁轨。但随着火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他的内心忍不住又害怕了起来。这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他明白再怎么样不如意，终究还是活着好。无意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挡风玻璃下的那张纸条。先前有个老板娘曾邀请他去酒吧做保镖，当时的他并没有在意。可眼下他计划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人生，于是他带着行李直接来到了这处酒吧。然而就当他体验这份新生活时，酒吧外却迎来了一群飞车党。随着对方头目带人推门而入，里面的服务员立刻意识到了不妙。显然这个黄毛经常来这里闹事，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今天这里有一个他惹不起的存在。随着男人缓缓起身，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即将展开。原来就在刚刚，几个飞车党突然赶到这处酒吧，随着他们破门而入，吧台上的服务员立刻意识到了不妙。这个牛仔头目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无赖，每次他的出现，酒吧内必定遭殃。而一向嚣张惯了的他，这次更猖狂，竟然当众开始调戏另一名服务员。可他不知道的是，酒吧内新来了一名保镖。为了避免给酒吧带来更多的损失，男人计划先礼后兵。Billy, right? If there's some thirsty customers waiting for you, I can handle these gents. Well, who the fuck are you, Mr. Smiley? Mr. Smiley? Yeah. You had this idiot grin since I walked in. So are you happy? Are you stupid? I've been punched in the face too many times. 这场交涉最终并没有达到男人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些无赖目的就是为了捣乱，根本不讲道理，所以他计划用无赖的办法打败无赖。Those are your bikes out there, right? Yeah, mine's a red one on the right. 说完这句，他直接丢下对方，径直朝大门外走去。直到他彻底离开，这群人还处于蒙圈状态。等到下一秒才反应过来，摩托车可能要出问题，而引出他们也恰恰正是男人的目的。此时追出来的头目还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曾经是综合格斗 UFC 冠军，甚至在比赛中不小心将对手当场打死。也因为那次冲动的惩罚，他被判了永久禁赛，所以最后才沦为了这里的保镖。同样也因为那次过失，让他在动手前谨慎地问了无赖一些问题。Before we start, do you have insurance? What? Like, you have medical insurance? Is your coverage good? Like, do you have dental? Oh, haha. Yeah, I'm not the one that's gonna fucking need it. 就当无赖被他搞得莫名其妙时，他又突然问了第二个问题。Hey, Frankie. Yeah. Is there a hospital nearby? Literally, who gives a shit? Shut the fuck up and fight, asshole. Is there a hospital nearby? Is it like too far? Is it close? About like 25 minutes, I'd say. Like, depending on the traffic, what time of day. Mo? Shut the fuck up. 直到此时，无赖头目已经隐隐感受到了不妙，可仗着手下人数碾压，所以根本不听劝导。但另一边，男人的耐心也已经耗尽，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嚣张的嘴脸，直接动手。I just slapped you. Are you alright? What? 仅仅只是几秒，他就将在场的混混全部打昏。一旁的吃瓜群众没想到这瓜竟然这么精彩。与此同时，男人见起到震慑效果后，也计划停手，因为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可此时的无赖头目当着这么多人面却死要面子，怒吼着要小弟一起上。见此情况，男人计划再也不守在随着打完后的男人缓缓转身，一旁的小弟上又不是不上又不是，最后只能撑着胆子硬来。
my fuck? Oh, come on, it's not that bad. Oh, I think you broke my arm. I definitely broke your arm. But the good news is the hospital's only 20 minutes away. Okay, I said 25, okay? Hey, Frankie, Yeah, you got a car I could borrow? I do, yeah, but not for them. Oh, come on, these guys need medical attention. Oh, yeah? I don't give a shit. 被迫无奈，他只能亲自送被打得混混的去医院。不过由于他车技的原因，这条路走得极其颠簸。I think he's probably got a concussion, and then he's got knee damage, possibly a dislocation. And then the one, that one, I think. To the right, man. Is that one in front of yours? No, I just broke his arm. 经历这次事件，男人在老板娘心中的地位一下提升了很多，酒吧内的治安也因为此变得好了不少。有个小胖妹还喜欢上了他，甚至还专门每天给他做饭。结果他吃着小胖妹做的饭，小胖妹也在每天享受着他这碗饭。然而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被打的那帮地痞实际受人指使，指挥他们的正是眼前的富商。他看中了酒吧那处的地理位置，计划在那投资一座大型度假酒店，所以才特地安排混混一直去酒吧捣乱，为的就是让老板娘经营不下去，选择妥协。但没想到男人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就这样一场针对男人的暗杀也自此展开。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在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时候，还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对手当面羞辱他，依旧能让自己丢下尊严，不去做冲动的事？要知道，就在刚刚他被对方架着活生生抱起来时，眼神中透露出的杀气，甚至都让殴打他的对手都打了。后面他的小弟前来帮忙后，他甚至还能挣脱大汉上去还击。可随着双方从酒吧内里下达的屋外，拂过的凉风让他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仇恨，最后还强迫让自己远离这处维持生计的酒吧。更可悲的是，他最狼狈的这一幕，还恰巧被他心爱的女孩看见。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家中，简单处理了下自己的伤势，然后带着行李计划远离。但没走出多远，他就突然停下，顺着他震惊的目光看去，正对面的那家小店竟然遭遇了火灾。等他进去时，里面已经被焚烧殆尽。这里曾经是一家书店，负责经营的是一对质朴的父女。当时他第一次来到这处小岛时，其中的小女孩就对他非常热情，甚至在当初还免费送了他一本书。那时小女孩俏皮可爱的模样，此刻依旧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That little girl and her father. Ambulance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 Now get out of there. 就当他陷入沉思时，突然大巴启动的声音打断了他。看着大巴渐渐远离，他想着自己不要去多管闲事，眼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大巴离开。可随着他的步伐，内心却越来越躁动，每走一步都似乎践踏在了自己的良心上。最终他再也放不下，决定开启复仇。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眼前的富商二代。他看中了酒吧这一带的地理位置，计划在这里建造一处度假酒店，所以他找了一群飞车党，专门到这处酒吧闹事。结果此时的道尔顿恰巧在这里当保镖，面对这些普通的地痞混混，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就被他全部打倒。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是背后有人指使，甚至还专门好心的送他们去医院治疗。结果富商得知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要求手下用手段直接将他弄死。于是，一天晚上等他从马路回家时，就突然遭遇了一场蓄谋已久。眼看汽车就要坠落，负责驾驶的两人急着逃命，没有注意到他还活着。而随着车辆坚持不住砸向桥下，他提前滑落，比汽车早落入水面，也因此侥幸活了下来。可等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小船时，先前的那名混混头目竟然潜伏在此。无奈之下，他只能先用话语迷惑对方，然后趁对方不备突然发起进攻，并迅速在打斗中掌握主动。随着对方被他一把抛入河中，他急忙拾起地上的散弹枪，然后对准下面的混混。也正是从这里得知对方背后竟然是富商指使。原本到这里他还想放混混一条活路，可就此时突然冲出一条恶徒，活生生当着他的面将对方拖走。得知此事的富商再也控制不住，当即就联系了前 UFC 冠军嘴炮康纳，要求他务必在短时间内解决此事。也因此一场大战即将开启。原来就在昨天饰演主角的道尔顿为了报仇找到了他的别墅，并仅仅只用了一拳就将他最得力的手下喉管打碎。I just broke the hyoid bone in your throat. Probably also collapsed your trachea. Either way, you won't be able to breathe anymore. 而这仅仅只是道尔顿复仇的开始。